北欧老吴的频道。今天是2025年8月19号，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现在开始，也就是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，计划直播30分钟，请大家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没有问题。那么，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，把你们关心的股票的英文名字和代码打上来，这样的话我可以有针对性的分析一下。那么简单说一下现在这个盘面，在等待大家提问。今天标普是小跌0.2%，但是呢，纳斯达克那面跌的比较多，跌了将近1%了已经，就是科技股调整的比较多一些。那么现在市场上关注度最高的就是本周五在这个全球央行会议上，这个美联储主席要讲话，在这个 Jackson Hole 有讲话，现在市场关注是这个。还有就是月底的这个英伟达财报还没出来呢，对吧？8月27号应该是。所以现在市场最主要关注就是周五的这个讲话。现在市场预期呢，9月份有可能会降息，有可能降25个基点，但是现在还要看周五这个讲话，鲍威尔的讲话是偏鸽一些还是偏鹰派一些，就偏强硬一些还是偏温和一些。现在市场上关注度就是这些，其他的话，最近个股方面可能比较多了，但是我们看一下大盘。那么现在这个大盘出现了这个回调呢，但是你要看它的回调的时候，要看它破坏的结构，对吧？你要看它破坏什么结构。在日线上，我们这知道从主要分析是4835，这4835这个上涨，你现在不能说它结束，那么它有进入段，有中枢，有离开。你想破坏这个上涨，你首先连三买和三卖都没有出现，针对这个中枢还没有出现三买或者说三卖，对吧？还没有出现这两种情况，那么它还可以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做中枢震荡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的那个回撤的话都是非常的小幅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离开段，这里面内部还有一个小中枢呢，对吧？连这个中枢还没有被破坏掉呢。所以说现在的破坏的结构是非常非常小的，连这个1小时的这个结构都没有被破坏掉。所以你观察一个股票是否出现逆转的时候，首先就是要看它破坏了多大的结构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来判断是不是已经反转了，还是说只是一个在上涨过程中的一个小回调，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。以这个我们可以拿今天我也关注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，就是有一个暴跌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VKTX， 我们不去看它的图形，简单说一下，你看它这个破坏的结构，这是跟这个减肥药相关的这么一个票，我也是看到在群里面一些论坛上有一些人提这个，你看它这个破坏，直接就到了这个中枢下沿了，对吧？这种破坏才有可能是一个反转的一个信号，所以你这个时候去做多，你都是这个刀口舔血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朋友们在看这个是不是延续，是上涨过程中的一个小的下跌延续，还是说是要一个逆转？那么主要就是看它的一个破坏结构的一个程度，是破坏了这个结构的哪个位置，是直接砸穿了，还是说连这个三买都没有出现？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观察结构的一个方法。那么现在指数就是又回到指数了，现在这个回撤，最可能的就是在这里再做出来一个小中枢，也就是说这个小 B 段还没有完成，对吧？那么还要看这个延续性。如果说这个延续性比较好的话，延续出一笔的话，那我们就先看它是这个针对这个中枢的一个三买，对吧？因为它的延续性比较强，即使没到这个中枢的话，但是它的结构或者它的时间够了。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时间是不是够5根，这个表达的是一个周期，这个周期比这个空间更重要。所以说这个结构跟时间跟这个空间上，我们首先看时间，再看这个空间。好的，这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简单说一下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朋友们的提问。有一个朋友
这个叫 Game Meta，提问了2个票，然后还有一个李琴朋友，你好，问一下英伟达对吧？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个 Game Meta 朋友问的 DLO，这是没太关注过的一个票，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提问的这个票的一个结构。先看一下大周期上，对吧？那么从这个73跌下来之后，在月线上这里不构成这个，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。那么周线上的话，结构更明显，也就是说，它从周线上2个中枢下来，这个结构调整的是非常充分了，所以这里很有可能是一波上涨的一个起涨点。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它标出来，6.57这里有希望成为这个上涨的这个起涨点，只要6.57不破，你如果说是一个中长线持有的人，就不应该卖出它，因为只要不破这个点位，它都可以是这种上去，对吧？那么在周线上，我们看这个结构，这里有过一次回撤，但是呢，这个进入不够。那么然后这里有过一次，所以它是一个12345，它基本上是一个12345上去的，然后一次很深的一个回撤，但是呢也没有破坏这个结构，所以这里是有一个中枢，这里有一个周线的大中枢。那么周线的大中枢，我们看它的起涨点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这里是回撤一笔，然后上去，它这里呢是勉强的够5根吧，这勉强的够一个5根，然后再回来的时候不够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最低点就是放在这里，也就是说这是这波的起涨点，你要先找到你要分析的 A0 起点在哪儿，9.81，所以说9.75就是我们要分析的这一波的这个起涨点。那么它要么就是这个股票就是3种方式嘛，要么涨，要么跌，要么就是横盘，对吧？就这3种情况，没有别的了。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它价格延续，你做多你就赚钱；如果说这里逆转，那你做空就赚钱；如果说在这横盘，对吧？那就是横盘震荡。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找到这个起涨的位置，看它是不是要这个逆转呢，还是说要延续？就是我们分析的这个用技术分析图形的一个原因。那么在日线上它是有一个明显的3段，也就是说周线上那一笔，因为所有的这些在周线上都是一笔呀，在周线上这一笔，在日线上是3笔，这个3明显比1强啊，你这目测这空间也是比它没背驰的。但是现在是有了回撤了，也不论什么原因吧，可能是财报的原因，对吧？出现了一个31%的一个上涨，现在是可能就是获利回吐，但是现在这个回吐还是非常良性的，它连这个高点都没有碰到呢。我们可以简单测一下潜在的一些回撤的位置，但是我也说过，这所有的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啊，都只是类似红绿灯，但是呢，在开车的时候，在路况，你不单单要看红绿灯，你还要看当时的那个路况是不是要塞车呀、堵车呀，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啊，是不是有警察接管了这个十字路口啊，对吧？所以说一定是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再看，甚至是不到这个位置它也可以逆转。所以说这些位置都只是给我们一个偷懒的一个方式，到了让你知道什么位置可能要要停一下，要踩油门了，也就是说十字路口只是告诉你前面你要踩刹车了。对吧？不是说啊，前面有十字路口，然后你也不看，然后一脚油门过去闯红灯，对吧？所以说是告诉你前面哪个位置你可能要减速了，所以这就是这个的作用。但是呢，现在只回调了3天，那么你想要这个票你想进的话，最好起码要等它回落一笔，它也可以不回落一笔，直接往上走，那就是前面这个上涨的一个延续。至于它怎么选的话，那你就只能去每天去跟踪了。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预测。我也不知道它到哪个位置能够停下来，这个需要你去小周期的去看它的结构，去看它的这个到哪个位置能停下来，对吧？这个需要多级别联立起来，把日线、小时周期、5分钟、15分钟结合起来，你才能更好的才能可能抓到那个最终的拐点，或者相对的这个离拐点更近的位置。这个是你们大家或者说这是个人的一个功课。我们简单就说这么多。然后他还问了一个 NU， 那么在这个分析他问另外一个，我们先分析下一个，这样的话每个人先分析一个，
如果说没有其他的分析，我们再掉过头来分析这个之前朋友分析的，这样的话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分析更多的每个人起码能分析到一个。那这个英伟达的话，我刚才说了，它是8月27周三盘后要出财报，所以说它现在周线上的结构我们已经比较清楚。从这个起涨点10.8，这是一个3笔构成一个金属段，然后这3笔构成了这个周线的中枢的这个结构，然后开始尝试离开，对吧？现在这里就是观察它是能够回来，哎，不回到中枢里面形成3买再上去，还是说回到中枢里面来，甚至砸穿这个中枢都可能，都可能。所以说，至于财报怎么选，那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说，这是我们要关注它，那就看它的内部结构。首先，周线上已经出现了周的顶分型了，现在周线的顶分型已经出现了，那么就看这个周线的顶分型是要延续出来一笔，还是说一个中继的。那么这个的话，我们需要去它的次级别日线，日线上起涨点在86.62，那么它可以是3笔的一个上涨。也可以是一个5笔的上涨，的原因就是在这个4月9号这根 K 线，对吧？4月9号发生了什么事？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，就是川普发推文说跟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暂停贸易战90天，造成了当天这个英伟达是涨了18.72%。那么这个大涨，它把这个结构给破坏了，就是有一个毛刺出来。但是如果说你要用递归的方式划分的话，它可以是一个5。到这里，然后现在是第6笔回调。如果说你不把它当严格定义的话，那就是1、2、3，现在是4。而且这个3和5啊，或者说这个第1笔和第3笔，我们之前还测过黄金分割，黄金分割的扩展器，黄金分割的扩展器我们之前重新测一下，刚好在等比例在这个180，对吧？然后它之前是有过一段时间在180之上。传统理论说，有效是否站上一个价格的话，是最少3个交易日。那么如果说你的日线这个图形的话，就是3天在这个上面。但是缠论不是这么看的，缠论怎么说有效站上一个价格呢？是你的次级别冲上去了，还得有一个次级别回落。如果说次级别升上去，次级别回落又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就不能说是有效站上这个位置。所以说178.84，也就是这个等比例的位置，现在看又跌掉这个到这个178.84之下了，所以说现在没有站上这个等比例，说明前面这个内部结构出现了一个饱满结构，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回撤。但是按照我们浪形来分析的话，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浅的回撤，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，可以是4或者是6，因为如果说前面这个你要算的话，所以说还是非常浅的。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，现在的回撤还非常浅。那么它这个小周期上是有一个中枢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1小时上，1小时上这里明显是有这么一个中枢结构。所以说你要想做它短周期的话，那么可以看它这里，如果说这个出现反转的话，可以再拉回来。现在有可能要出现一个破底翻，因为你要用这个趋势线的话，还是有一个通道的。我们把其他都清掉，它这里有一个小通道。对吧？明显是这么一个通道式的一个震荡，所以说你在这个通道下沿买一点。如果说你做的短线这个是级别比较小的话，你就设一下止损，把止损就放这个离你进场的价格不太远的位置。你防止什么呢？防止它杀的非常快，直接砸破这个，所以说一定要设止损。如果说你做的周期比较小的话，是需要设止损的。那么因为你的止损，因为它就在这个下沿附近，所以说你止损的这个位置空间比较小。那么期待的就是能够再次反弹到上面这个通道线上，所以这就是你做短线的时候是怎么来设置。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做多，然后看它能不能再弹回去。因为在出财报之前，更大的可能就是在这里震。即使是周5的这个讲话会有出现什么影响的话，也不会造成，除非是特别不好的消息才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杀，针对这个英伟达。所以说，有能力做短线的话，可以先做这个短线。好的，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的这个 NU， 这个票我也是大概了解过一点，它应该是一个好像是阿根廷或者是巴西的一家做支付的一家公司吧，好像是之前说
好像巴菲特的一个公司，就巴西的一个数字金融平台，主要为这个巴西、墨西哥、哥伦比亚的客户提供一些服务。好像说，巴菲特的这个旗下的公司也买入过这个可能很小的股份吧，很少的一点。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，大结构上有过一次比较大的回撤，在这个月线上这里是有过一次大的回撤，这里是如果说用浪形的话，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，现在已经在走5了，对吧？在这个月线上这个结构，然后这个反弹还不够比，就是月线上它必须要突破这个位置14.4，突破14.14的话，这个月线上反弹就够一笔了，这个反弹就会够一笔。就是看着这个现在的结构有希望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从9.01到14.14这个结构看一下有没有希望冲一下。如果说能够突破14.4的话，那就有希望再次去这个前高16.15，甚至再次突破16.15也有可能。看一下结构，从9.01，那么现在这个是在周线上，这里是有过一次回撤不够比，那么这里的话也是有一根 K 线破坏的结构，但是啊，基本上不是很明显，所以这里是在日线上有一个中枢，我们看一下日线。日线上结构很清楚了，我们把它日线的画一下，它现在就在日线这个中枢的这里震。那么这里是可以试算上去，我们看一下哪个价格低，11.83，所以说这里可以当成一笔回落，然后再次上去下来，所以这个后面就一旦出了中枢之后，你再分析的时候就简单了，对吧？因为有了中枢，你就中枢震荡就好了，这就是它的日线上的一个中枢。你发现每次震都回到中枢里面来了，那么现在就看这个最后这一段，我们看一下最低的价格，这个是在11.9、11.89、11.89，所以说11.89这里，这个是11.89，是这波就是这一笔上涨的这个最高价。那么现在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现在是8笔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刚好还顶到了这个 MACD， 还顶到了这个零轴这里，所以这里看它能够把零轴快慢线的张口张大的话，再往上冲一冲，的话，就能突破这个14.14，这是往上走，往上选。如果这里小周期可能是2个小中枢了，如果说先回来一笔的话也没有问题，回来一笔的话就看它，你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。中枢中轨，如果说能够再次回来的话，那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正好第9笔升级了。这个中枢如果能升级的话，那这个位置可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进场点，对吧？那就希望它能够升级之后脱离这个中枢。所以说呀，就看它怎么选了，也看你自己这个风险喜好。是想如果说手里有仓位的话，可以再拿一拿，因为它还可以再次往上突一突，起码能够突破前面这个高点。14.07挑战一下这个14.14这个小高点，必须要有力度，对吧？这个 MACD 的张口要张得非常大才可以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可能要再回来。这也是财报之后的一个情况。现在这个公司有盈利，但是并不多，所以说这个目前现在想脱离这个中枢看不到力度，可能更大的可能是要踩一下，然后再受到一些什么其他的刺激再上去。好的，这就是针对这个NU 这个票的一个分析，大家可以继续提问。那么现在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，我也可以继续说一下现在这个波动，或者说现在比较有意思的说一下比特币吧。比特币我们在周末跟会员朋友们做复盘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个，我尤其提醒的是在4小时上。就是首先我说当时分析的就是这一笔从最高点回落的这一笔，那么4小时上我当时严重提醒了一个，就是我们当时分析的好好的，它可能要踩一脚120和200天均要弹一下，我当时给的建议就是有反弹就做多要谨慎，然后那个有反弹先减仓。那么完全是按照我们分析的，踩了一下120均线，弹了一下4小时上满足一笔，然后继续下跌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位置你有没有减仓？给你出逃的机会了，
但问题是，比特币如果说你要做 ETF 的话，周末是没有办法交易的，你有可能在这个位置进去了，然后没有机会出来，对吧？这就是做比特币的一个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做 ETF 的话，但是如果说你做这个合约的话，在这个位置是能出得来的，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砸到一个重要的均线弹一下，这个弹是非常弱的反弹，然后继续下跌。那么现在日线上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，但是呢，周线4小时上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就是针对比特币的话，它日线的次级别是4小时，因为比特币是24小时交易，所以说它的次级别是4小时，不是1小时。那我们可以测一下这3段，现在这3段刚好也是到了 0.618 了，就这个的下跌是前面这段的 0.618 的位置，那么等比例在110967，那么要到110的话，可能要跌破前面这个低点。因为前面这个低点是在111903，对吧？它可能再往下杀一杀。所以说呀，如果说你要做这个比特币的话，就还是要偏谨慎；做多的话，还是要偏谨慎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它最后这一笔的一个状态，就这一笔的内部，看一下它的内部。你看它现在延续性还是比较强的 ，MACD 一直是在0轴以下开始啊，越跌越深，发现没有？好就好在这个柱子的面积或者长度并没有完全伸长，有减弱的迹象了。我们看一下1小时，那么1小时这段4小时下跌刚好是形成了一个中枢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这里带中枢了，然后又有进入段离开段。现在目测的话，这个离开段是弱的，对吧？现在这个进入段是这段，然后离开段是这段，但前提是离开段要结束啊。现在离开段只有3根 K 线，对吧？现在没有明显的反转迹象，相当于你跌破了一个颈线，在传统理论就管这种东西叫颈线嘛。你跌破了一个颈线，但是没有快速回拉，快速回拉才有可能出现破底翻。但是快速回拉之前，你也要有个底分型吧，对不对？现在既没有底分型，也没有出现快速回拉，所以说你要做多的话，你是不是要谨慎一点？那么只有出现它快速反转的迹象的时候，才可能再拉回来。甚至是它可以慢慢的给你做一个小的反弹，不回到这个中枢里来继续跌。所以说，这是为什么说做多的时候要相对谨慎一点，必须要出现一个明显的回拉。那么现在它这段就是4小时的这段，你不能说它结束，也就是跟前面这个金融段比较。如果说这个结束了，给你一笔反弹，你要关注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反弹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低点，碰不到的话还有5，那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5浪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也就是在4小时上，这是一个5浪的一个下跌，就是有反弹，你也要关注它能不能碰到前面的高点，对吧？最强的当然是直接一个反转，或者说这是一个到这里，这是一个1、2、3、4，这样有一个反向中枢了，然后再继续涨，甚至是给一个2买也可以。对吧？给个2买，甚至是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变成1买，所以你要进的尝试点是这个位置可以尝试进，这个位置也可以尝试做这一笔，前提是这个段要结束，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出现反转，所以这个位置要配仓位的。那么更好的位置当然是这里了，2买，因为2买是有一个前面有一个1买给你做这个对照物、参照物来比较，所以2买相对来说更稳妥一点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的话，都是要你根据当下的结构去跟踪它，而不是说我预测它能够到哪个位置，对吧？预测是，在我们交易里面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，而且是非常害人的。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。然后呢，今天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，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个英特尔。英特尔的话，最近这个争夺还是挺有意思，图形上也有一些变化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因为大家没有提问，所以说还有5分钟时间，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这个英特尔。英特尔的话，我看一下它的图形，非常有意思。为什么有意思呢？英特尔这个大周期上出现了一个大背驰，从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，我们看一下英特尔的年线，因为年线的话，应该很少人会去看年线。那么看一下英特尔的年线。英特尔从这个最高点是什么价格？69.29， 69.29跌到最低点17.67，整整跌了
这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年。但是呢，其中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，那就正好是一笔的回撤，前面这里也是一笔的回撤，造成了什么呢？英特尔刚好在年线上出现了2次回落，出现了一个年线大中枢。英特尔在年线上出现了一个年线大中枢，年线的一个大的比中枢，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，或者说只有这个上市比较久的公司才能出现这种图形。所以说，如果说英特尔因为软银也要入股嘛，然后川普也要说买它10%股份，有可能是国家要入股。如果是真的出现这个位置能逆转的话，那这就厉害了，因为这是形成了一个结构买点，而且是一个年线级别的年线周期的一个结构买点的话，那再回到前面的那个69，甚至是高点都有可能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是可以这么计划。因为出现上了这种结构，所以说这一笔看它有没有结束。但是现在年线上的话，目前今年是涨了27.46%，就看这里，首先能不能够再继续往上冲一冲，对吧？然后再看下一年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年线的底分型。所以说这个英特尔是出现了这个变化，属于需要关注一下。那么看一下这笔的回落，在季度上，年线上是一笔，季度上还形成了一个盘整背驰。非常好的一个结构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构。那么还出现了季度的底分型，出现了一个季度的底分型。你看它前面这里还出现了一个背驰，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背驰。MACD 价格出现了新低，但是 MACD 的这个柱子面积没有前面大，对吧？而且也没有出现前面的这个新低点。但是这个快慢线的话是比前面低的，所以不满足双背驰，但是满足了单背驰。双背驰当然更好了，但是如果说满足一个背驰的话，也是背驰。所以说现在季度上也出现了季度的底分型。那么季度底分型出现之后，看它能不能够延续出来一笔，而且它也是踩到了这个200季度上，200季均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周期的一个均线，对吧？所以说起码看能不能先突到120季度的均线在30。所以说现在第一小的目标位是先冲到这里。冲到30，看看这里，冲到这里的话，如果说力度强的话，当然肯定是直接先回潮出一笔来。那么如果说这里能够季度上弹出一笔的话，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中枢了。看这里是继续反弹一下，继续上，还是再次跌破这个，那不知道。所以说现在可以计划的就是做这个季度上的这一笔，所以说就是以这个17.67作为一个防守，只要不跌破17.67，它都是要生长出来一笔的。那么这就是你通过大周期慢慢的往上推，然后再看这个月线上，月线上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，但是呢是一个递归的，现在是有5个月，但是其中有包含关系，对吧？这是在月线上的一个表达。月线上这个 MACD 也是出现交叉了，如果说交叉之后能够张口张大起来，那就厉害了。所以这就是更多的好的迹象。那么这个周线上也是一笔。从17.67也是一笔，但是呢，这刚好周线上有一个中枢，它现在是压到了这个中枢的上沿这个位置，是周线中枢上沿。就是说，现在周线上没有特别多的结构，因为它只有一笔嘛。但是明显在日线上是有结构的。那么我们又要降低周期到日线上，以这种方式来层层降低周期分析，就是最后这段。好的，那么就是从这个17.67这里，我们快速的把这个分析完。基本上就结束今天的这个直播了。17.67这里，在日线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结构，但是呢，它其中这一段的回落我们是这样画，先画到这里，然后第一笔回落在这里，第2次回落，再次回落，然后上去都不够，因为我之前已经看过这个图形，所以说我现在对它比较熟悉。这是日线这个结构，我们把这个周线的也给它先清掉，主要先关注的就是日线上这个中枢。那么现在日线上中枢有进入段了，有中枢的这个构造，然后又上去下来，然后开始离开。现在这个离开段明显是比进入段强的，也就是说离开段没背驰啊。现在是离开段没有背驰的，离开段如果说内部，但是现在刚好是顶到了120这个周线中枢的上沿，就这个位置首先不要追。如果说手里有可以继续拿，对吧？手里有可以继续拿，现在是一个强势表达。那么如果说有回落的话，要买回来。或者说可以参与，因为只要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，还是3买，还是可以往上走的。
所以它现在是表达的是一个强势状态，基本面也出现了变化，所以这个是可以跟一跟的。如果说真能够打开空间的话，你看它上面空间还是非常大的。所以说这个票在基本面出现变化的时候，那么各个势力开始进场角逐的时候是可以分析它的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只能分析30分钟，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那么我们这个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说只能分析，因为每个都想分析的很清楚的话，所以说占用的时间是比较多的。那我们今天只能到这里了，再见，感谢参与。